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9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299.86， 收盘价是 288.59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301.29，最低价是在 285.82，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7054.54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2 倍，量增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处于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深度的回档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大于 4.5%， 没有上下影线，即使有呢，也是很短。那它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行的走势中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通常股价会继续下跌，那日后呢，可能将会转为空头的趋势。好，那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在这根 K 线的下方留有下影线，这个下影线有一定的长度，说明下方是遇到了一些支撑，要注意日后的一根 K 线有可能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这是单一 K 线的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。如果我们把9月6日一直到9月20日，这些绿 K 合并，我们取它们最后一根 K 线的收盘和第一根 K 线的开盘价，对，那它将是一个实体长绿 K 线。然后我们再合并9月21日和22日两根红 K， 这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，左长绿，右长红，然后右面长红实体棒在左边长绿实体棒范围之内。那这是一个母子变盘的 K 线组合。如果我们把它判断是在股价高档的一个位置，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将是一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，也就是预示着股价将会下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结合9月23日出现 K 线的可能再来看，如果在9月23日继续出现一根长红实体棒，那它将形成一个连三红的一个下跌的 K 线组合。那连三红之后必定会有新低的出现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在连三红之后，也就是在9月26日，那如果出现新低，我们会看到接下来股价会测试前低 265.74。 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可能会出现的 K 线组合。那如果在9月23日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留有长长下影线的一根 K 线，我们说不分红 K 或者是绿 K， 那这样一来呢，有可能会定义出来一个在这个地方长长上影线的最高，
是313，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长长的下影线的最低，将会定义出一个新的叫做股价横盘的一个区域。但是如果出现止跌信号 K 线呢，我们还需要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来确认，也就是说，在9月26日，如果不跌破前面出现的这个止跌 K 线的最低，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横盘的区域，才能够基本建立。好，那是以上这些呢，是我们结合 K 线信息和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的一些解读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2日股价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在294.4。另外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止跌的横盘，收盘价会在303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295.6的。实际在9月22日收盘价在288.59，出现了大幅的下跌，并且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将有可能会开启股价空头的趋势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对于9月23日股价下行，它的目标是285，也就是这个前低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是125日均线值，是在279附近，这是第二个目标。那这两个位置都是股价下行的强支撑。那我们来加一下辅助线。我们加2条水平线，一条水平线在285，另外一条水平线我们加在279附近，它将是一个压力线，支撑线。好，那么我们说，如果在这两个重要支撑如果被跌破，在日后呢，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那它的目标将是测试前低265.74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在9月23日，股价有没有止跌反弹的可能？如果股价在285这个地方遇到支撑，那它将会出现止跌反弹。但是我们说这个反弹向上的大幅反弹向上的几率并不大。也就是说只有在285这个位置出现止跌，股价才有希望重新回到20日均线值上方。那只有出现这样的现象，那股价呢后续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但是呢也有可能出现的这个止跌反弹并不是反弹，而是出现一个止跌横盘。也就是说，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没有站上，或者没有重新回到2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而是出现横盘。那如果出现横盘呢，那它有可能是一个休息的 K 线。那日后呢，股价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行。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了反弹，压力是在20日均线值这个位置。那20日均线值呢，对，我们测算是在291附近。对，那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291。
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它是观察线。好，那对，这是反弹上的第一个压力，就是这个20日均线值。那如果股价站上20日均线值，会有继续反弹的出现。那上方的压力呢，将是K 线的前高和5日均线值。那对于9月23日来说，5日均线值呢是在297附近。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到297。好的，然后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对，那站上20日均线值，上方的压力就是5均值，当然还有前高301。这是股价如果继续反弹上方的压力。好，以上呢，这是我们说的止跌反弹的可能。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9月23日下方，我们要关注285，跌破285，那股价会测试279。那上方呢，我们要关注291。那如果出现了止跌，并且呢站上了291，我们说日后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那否则在9月23日，股价会在285和291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2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，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290到291之间。那20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间内，是在292。对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那接下来的一个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97到299之间。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99到300之间。那连前高301我们加在一起，第二个压力区间是从297一直到301。好，那再上方呢，我们还愿意给出一个压力，就是9月22日这个长红实体的上沿是在308。好，我们把这些水平线调整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首先到来的支撑呢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是287。我们和前低还有我们会看到当日 K 线和这个2号趋势线的交点。对，我们把这几个点合并之后，第一个支撑区间就是在286到287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那接下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是在279附近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是273，是9月7日这个 K 线实体的下沿273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9月23日股价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可能会出现反弹。对，那如果出现反弹呢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到达286，最高会到达294，收盘会收在
291.8，在这个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呢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285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跌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91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会下探到279，收盘会收在282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